这个单元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认知行为治疗。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特别选了3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理情行为治疗，第2个主题是认知治疗，第3个呢是优势基础认知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的主要的假设是认为信念、行为、情绪和身体4者彼此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其中一个因子的改变会影响到其他的因子的表现。改变信念不是治疗的唯一目标，但是要永久的改变，通常会需要信念的改变。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理情行为治疗。Albert Ellis 是理情行为治疗的主要的大师，他也是认知行为治疗之父。当他发现自己可以很有技巧的为他人咨商，并且热爱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决定要成为一个心理学家。当时他认为精神分析是最深入的一种心理治疗的方式。他开始向精神分析的老师学习，并且接受督导，但最后他对精神分析缓慢的治疗方式及疗效感到非常的失望。他发现当事人一旦改变了自己对问题的想法之后，就会快速的进步。Alice 从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发展他的治疗方法，也用来处理自己的问题。譬如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因为过度害羞而不敢跟女性说话，他就花了1个月的时间，强迫自己跟100名不认识的女性说话。虽然没有和任何一位女性成功的有后续的发展，但是他真的就渐渐的不再担心被女性拒绝，而克服了自己害羞的障碍。理情行为治疗假设心理的问题以及特定的状况是由我们对事件以及情境的诠释所造成的。当事人透过治疗的过程，学会到一些技术来驳斥自己的非理性信念，并且学习如何有效的理性的认知来取代无效的思考方式。理情治疗认为，非理性的想法是儿童时期从重要他人那里习得，透过自动暗示以及自我附送的方式，强化了挫败这些非理性的信念。 Alice 相信责备是大部分情绪困扰的核心。如果我们想要成为心理健康的人，最好停止责备自己和他人，并且学习无条件的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们来谈一谈理情治疗当中的 ABC 理论架构。人格的 ABC 理论架构是理情行为治疗的核心。 A 是指的存在的事实，一件事或是一个人的行为态度。 B 是信念，分成理性的和非理性的。 C 是情绪和行为的结果，或者是当事人的反应，而这个反应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不健康的。我们在这张图当中会看到 A 是触发的事件， B 是信念， C 是结果。无论是哪样的事件，在我们对它产生信念之前，它可能对我们的影响都不会非常的大，而是透过我们对事件的诠释，或者是我们所持有的信念去解释现在的状况，才会导致最后的情绪和行为的结果。例如离婚
认为自己失败或被拒绝的信念，才是导致沮丧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单单是离婚这个实际的事件所造成。理情行为治疗的重点，就是在教我们如何去改变那些造成情绪困扰的非理性信念。我们会用驳斥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非理性信念，针对现在所拥有的非理性信念，提出不一样的质问或者是怀疑，而让寄存的非理性信念得到这些讯息而有所改变。